一位南京的消费者在抖音平台上观看直播，购买了一双 MLB 的鞋，原价是839元，现价为329元。到手之后发现做工比较粗糙，于是对鞋子是否为正品产生了怀疑。他将鞋子的照片上传相关平台，鉴别师留言为假。做工什么的，一看就看出来了呀，就是商场里的鞋子，鞋底呀、做工什么的不会那么粗糙，还有那个胶水的链接不会把胶水啊什么露出来。一开始购买前也咨询店家了嘛，店家客服那边就说是正品嘛。上海的高先生有着相同的遭遇，他在拼多多上花300多元购买了一双运动跑鞋，后来发现鞋子不大对劲。在网上发现了这款跑鞋，非常漂亮。我知道在那个专卖店要卖2000块钱左右，但是网上呢只卖300多块钱。我也看到有些跑友穿的这一款真正的这个 Zoom 的这种跑鞋呢，他们的鞋要比我的轻一些，而且那个鞋底呢也没那么厚，更加舒适。记者在电商投诉平台黑猫投诉上查阅，有关假鞋的投诉就超过6000条，涉及到多家网络平台。此外，还有大量微商通过发微信朋友圈销售假冒运动鞋，普遍价格都比正品价格便宜，但在做工和售后上都存在着隐患。那么，如此巨量的假鞋来自哪里呢？记者查阅了多个与仿冒鞋的报道之后，将目的地锁定在了福建莆田，准备前往暗访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消费者反馈买到的假鞋来自福建莆田。几年前，福建莆田曾因为大量生产仿冒名牌的运动鞋，被媒体戏称为“假鞋之都”。时至今日，虽经当地政府多次打击，但假鞋仍然屡禁不止。严打之下，莆田的假鞋销售情况如何？我们的记者前往当地最有名的安福街进行探访，一起去看一看。记者来到有着媒体戏称“假鞋之都”的福建莆田，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这条安福街。据报道，是假鞋交易最集中的地方。白天这条街上人影稀疏，车辆寥寥，大多店铺都是关门状态。但是夜幕降临，安福街突然热闹起来。晚上12点左右，一女子神秘地询问记者：“买鞋吗？”紧接着就带着记者前往安福街内偏僻的一栋居民楼。该女子称，最近当地在严打假鞋交易，要格外谨慎。上楼后走进屋内，看到的场景令记者大吃一惊。那百姓看，跟这个真鞋都差不多，不会做到那里歪歪扭扭的，就可以说像这种鞋子拿出去卖，他们基本上拿去从真的。我俩来莆田不买鞋，你会后悔终身。来过莆田以后，再也不会转回来。很明显，这位店主向记者介绍的就是当地仿制的假鞋。记者看到满屋子内摆放着的都是仿制的名牌鞋，不仅有一些奢侈品牌，甚至还有联名的限定款球鞋。私底下真鞋卖了30万，在我们那边老家那边盖套房子，但这种鞋你永远吃不到，全球限量版，黄志忠都买了2个月才买得到，不是说你有钱能买得到的。550啊。记者连续暗访了3个晚上，发现藏起来贩卖假鞋的不在少数。记者被先后带去了多家假鞋销售点，均集中在附近的居民楼、写字楼里。这些鞋贩警惕性极高，被熟人带去才会开门。不仅有大量的仿制运动鞋，还有很多仿制大牌。一件仿制的奢侈品牌卫衣200多元，正品8000元以上的名牌羽绒服，这里只要400-500元。在莆田，似乎人人都穿起了名牌。销售人员说，他们常年都是熬通宵做生意，主要就是为了逃避监管。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售卖假鞋原本是违法的事。这里的销售人员谈起莆田假鞋，言语间还透露着自豪。只有莆田能让全中国穿得起名牌。你说本来那双我刚才给你了，那双几千块的，我们这边500多就搞定。莆田就是315给他炒火的，那个老板抓就罚了2000多万，1年就又给他赚回来了。记者看到，在安福街的入口处，红色的条幅还写着禁止制造、销售、运输仿冒鞋服品牌产品。几乎每一个店家都告诉记者，最近正在严打假鞋交易。尽管当地已经采取措施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半夜12点，安福街灯火通明，人头攒动，围绕假鞋产业链各个工种暗流涌动。导购员专门负责暗中拉客到各个居民楼、写字楼买鞋，满大街的电瓶车载着纸箱络绎不绝穿梭而过，场面尤为壮观。当地人告诉记者，这些纸箱里面装着的都是高仿鞋。在莆田，当地为了制止假鞋流通，不让正规的快递点快递鞋子，但每到深夜，
巷子里上百个小快递点都苏醒过来，堆着鞋盒包装发货的人到处都是，与白天冷清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。记者调查发现，莆田远不止售卖假鞋，从地下工厂生产、电商平台销售、教授开店技巧，到黄牛充当中介揽收发运，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。福建莆田的假鞋产业为何屡禁不止？假冒又将面临什么法律后果？我们继续来看。在福建莆田安福街上，经常能看见各类广告招牌。工厂渠道、推广引流、一件代发等，主要面向的都是微商和代购。这里的销售会提供完整的图片、视频、文字介绍，代理只需要一件转发到朋友圈，招揽到顾客下单，工厂就会直接发货，微商赚中间的差价。我们一个办公室200平方的，全部都是假鞋，那些天津那边的女的，我们留给她负责，她才做不到10天时间。现在一天走多少双？一天走快1000双，可不可怕？利润，纯利润，纯利一天现在已经3000、2万至3万，你看什么概念？一个月都是60、70万。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，莆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售假产业链。记者了解到，鞋的价格从100元到1000元都有，根据做工、品质不同来定价，一般分为公版、真标、工厂级、纯原级别。纯原级别是最顶级的，工厂会参考真鞋的材料、版型、脚感来进行仿制。从制鞋到相应的鞋盒，甚至连相关平台的鉴定证书都能进行仿制。客户信息，他这个鞋码数啊，还有这个鞋子卖多少钱，你给他填上去以后，他就一扫就能扫出来。莆田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成为一些名牌运动鞋的代工厂，积累了一定的制鞋技术。之后逐渐开始做高仿假鞋，现在工厂之间合作生产，形成联盟。当记者询问为什么不做真正的自主品牌呢？销售人员直言卖不上价格。361、安踏、鸿星尔克、贵人鸟，你都能卖得起价格吗？最贵的就是300多，每年到年底打折的就是200-300块钱，100多块钱。莆田为什么搞得这么猖獗？说真话，假货。我开了，我的弟弟。我的老婆的弟弟，都是一家族，整个，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联盟？你的这个工厂，你100-200块，他200块，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自家人，一个家族的。如此巨量的假鞋，那么生产这些假鞋的工厂到底藏在了哪儿？记者询问能否看看工厂视频，但销售人员都显得格外谨慎。这个假冒的，我们也不敢发给你看啊，假冒的这么多，抓到了会死笑笑了，要判多少年？工厂都是跟造原子弹一样，都躲起来造的。秘密的，这是秘密。我们去拿货，我们如果要去工厂，除非是说特殊情况，我们才自己去。一般平常我们没事，我们自己都不到工厂去。如此猖獗的造假行为，在法律上会面临什么后果呢？律师称，这样的售假行为严重的将面临刑事责任。我国刑法规定，销售明知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，数额较大的，那么即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，那么有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数额巨大的，那么将会被判3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。